白菜帮和芹菜根儿，这是不是您弃之不用的下脚料？您想把它们变成美味小菜吗？本期健康新时代，刘大厨就教您如何变废为宝，让白菜帮、芹菜根儿拥有清爽可口的味道。三杯鸡是家喻户晓的经典菜品，你想在家就能做出这种美味吗？做三杯鸡要用到3杯调料，您知道都是什么吗？正宗的三杯鸡要油炸，刘大厨根据家庭烹饪的特点，变油炸为直接包制，这样又能做出什么好味道呢？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是大厨烹小菜。今天呢，给您请来的大厨是中国烹饪大师刘金波刘大厨，欢迎刘厨。你好，刘厨，好吧。做过我们节目好多次，而且呢，今天也有一位营养老师为他保驾护航，就是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我们的老朋友顾平顾老师，欢迎。大家好。今天刘大厨带来小菜了，2道小菜，第一道菜什么名字？今天给带来的2道菜呢，一个是拌双脆，一道呢是3杯栗子鸡。拌双脆推荐理由：被您丢弃的白菜帮、芹菜根儿同样拥有好味道，用冰盐水浸泡过的原料格外清脆爽口，大大提高了食材的口感。这道菜用料简单，操作方便，是您家庭餐桌的必备小菜。拌双脆用到的主料有白菜帮、西芹根儿、大蒜、香葱、香菜、杭椒。西芹呢，主要是把它的这个粗的这个筋，先把它用那个打刀皮先把它打掉。咱平时处理西芹也可以这样子吗？可以，直接刮下去就可以。对，直接把它刮掉。主要是把它这个大的这几个帮的这个纤维、粗纤维把它刮掉。这个小菜的西芹呢，我们一般的就是选用这个它的根部，根部以后呢，这些呢，我们就去做好吃的炒菜啊。这个西芹根呢，我们简单的这样把这个的外皮的这个粗的纤维用打刀皮把它打一下，然后呢，看到没有，这个位置你在家里可能就是被丢掉的，但今天我们变废为宝，是不是？那我们把这个大白菜，我们这个呢也是选用的，也是白菜帮子，白菜帮子啊，白菜帮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父母亲也会把这个白菜的这个根把它取下来之后呢，腌咸菜。腌咸菜。但是腌咸菜呢，它那个口感比较老，梗就是梗的那种。对，很梗。那么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小菜呢，就是用这个白菜，根儿啊，白菜的根儿给它处理一下。我们先改这个西芹根儿的这个道。好，咱现在西芹呢，我们去掉它的这个粗的纤维之后呢，我们一剖为2。一剖为2呢，在家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用刀把它切成薄片儿，对，顺着它这个纹路切薄片儿。对，其实你看哈，这个西芹真就是有这特点。如果是普通的芹菜，是不是切不出薄片？一切就是变成丝儿了。是啊，还真的我们有个根儿来连着嘛。连着的话，它就不会容易成碎了。碎的。好，我们这样的话的西芹是一片一片的，没错，一片一片的，而且呢，片里面呢还都是有一半一半的这个西芹的本身的那个叶子。说起吃西芹，其实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芹呢有好多品种，比如说马家沟芹菜包括咱吃的水芹等等。那这个西芹，我想问一下顾老师，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营养？西芹呢，它的水分含量比较大，比较脆嫩。实际上呢，它跟咱们的山芹比起来呢，营养成分要稍微稀释一些。没错，也就是稍微少一些。那么，但是它的口感好，我们做好多菜西餐当中都特别喜欢用。而且它的这个辛香味儿也不那么浓。的确，它不是那么剧烈的那种芹菜味。对，那种芹菜味儿很轻一些。没错。这个西芹根呢，我们这样一片片切好之后，切好了之后，我们先用这个水冲一下。现在用水冲，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就用自来水可以把它冲一下。主要呢，就是说这个西芹切好以后呢，一个是冲一下呢，要保持它的这个脆嫩。同时呢，还有这个农药的一些残留，还有杂物之类的，为了这个安全起见主要是为了让它脆嫩，是不是？对，双脆，先得把这个西芹用水给它冲脆了。好嘞，流水冲一下就可以。冲大概多长时间？在家里面我们一般的就是小水要冲那个1-2分钟，1-2分钟。完了以后呢，我们一会儿呢还要用冰水再进行浸泡。冰水也要浸泡？对。那我们这边这个白菜也需要来回冲着来回浸泡吗？白菜也要，但是这个白菜的这个根儿呢，应该是在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用一个基本的刀法呢，是要这好像是竖着切，是不是？对，
属于竖着切，就是顺着它看到没有？纹路。一般的白菜如果说没有这个根部的话，切出来都是一条一条一条的，不整齐。这个反而是一片一片的，哎，不会像这样一片一片的。还要呢，同时呢，我们又要转着切，转着切是。对，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要转着切的话，就是说容易切出的是一整片，它要用一个根儿连着它。如果说你直接这样切的话，它就不会容易成。就是说你得找根儿，你看那个根儿在哪儿，在哪儿连着呢？你就沿着那个根儿的位置再下刀。这个就没有了，哎，没有了，这个就不好了，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炖豆腐。好。我感觉就是扇形的切，没错，扇形的切，是不是？对，顾老师说的对，扇形的切，好像这样每个都能粘住了啊。其实冬天人们爱吃白菜，也因为这个白菜适合冬天吃，是不是？没错，因为白菜是百菜之王，没错，它的营养成分呢是相当全面的，特别适合于冬季。你像冬天我们进补啊，吃一些肉食类的比较多，吃点白菜呢，可以很好的中和这些油脂、油腻，解腻去脂是非常好的。哎，没错，这边哈，我们的刘厨已经将白菜切好了，依旧是老规矩，把它呢放在水龙头下一起放在一起，可以，放在一起可以，流水去冲10分钟。那一会儿我们用冰水再浸泡多久？是这样的，冰水浸泡呢，这是为了保持这个菜。这个颜色翠嫩，颜色翠绿，这个鲜亮，同时呢，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窍门，我们用的冰水的话，我们加一点点盐，实际上浸泡的这个小小的学问呢，应该是在这里面，来点盐，一点那个醋，来盐和米醋的目的，米醋、白醋都可以，少一点。加盐的目的大概是怎样？加盐呢，这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盐的这个渗透压可以把这个植物细胞让它充分的再吸收水分，这样的话，这个菜呢出来的话就更加的这个脆嫩，脆一些。如果你要没有盐呢，可能直接用水泡，它就水唧唧的，然后你要把盐给它稍微杀一点，它细胞内的水，但是呢，它这个它细胞间隙就多了，看起来呢更脆爽一点，对，好咬。加盐的第二个作用呢，还可以起到杀菌作用。杀菌，因为我们这个菜呢是生吃的，凉拌的。一般的凉拌菜呢，蔬菜的话都要用水焯一下，没错，烫一下，再拔凉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为了使它更加的脆嫩，这个操作起来更加简单，我们就加点盐。那加醋的目的是什么呢？加醋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防止它这个蔬菜过早的氧化。哎呦，就使它一直保持脆嫩。对。这边我们用冰水泡着它，大概要多长时间？10分钟吧。好嘞。拌这个双脆呢，我们为了味道好，颜色搭配漂亮一点，我们可以来点配料。没错。那么我选用的配料呢，就是大蒜、蒜头5克，5克蒜头3克。OK。香葱来一点也5克，也是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吧，一点点。还有香菜段来那么一点。香菜段，用的不是香菜叶，用的是香菜的茎。它这个味道浓啊，浓一点，是吧？而且叶子啊，它一腌以后它就塌了，对，塌了不好看，感觉上也不太好。卖相。这样我们就是大蒜切片儿。我想问一下老师，都说吃芹菜有这个降血压的这个作用，这句话有道理吗？有道理。芹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含钾元素也多，所以降压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而且今天我们大厨呢选择了它的根部，实际上白菜根儿和西芹根儿啊，它的要是论营养成分来讲呢，差不多跟咱们其他的部位，但是呢，它有一个中医效果是很好的，就是养心安神的。根部是养心安神的，就是你看我们有很多中医的方子啊，都是拿芹菜根儿，然后呢煮水，然后晚上喝，可以能够镇静安神，然后对心脏好，晚上睡眠非常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做菜的时候，就在那琢磨着把芹菜根儿煮汤，光喝水，然后芹菜根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吃能比较好，结果发现拌凉菜挺好的，对，可以拌凉菜，这是个中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子。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准备好了，开始正式的拌我们这道拌双脆了。好不好？我们这边已经冰好了，摸着还是冰冰凉凉的。这样把这个白菜，和这个西芹的根儿取出来，取出来，你看没？这个泡完之后，我就感觉它更亮了一点，好像感觉就很脆。我们要拌的话，第一步呢，先放油，对，我在家里拌凉拌菜的时候都是后放油，是你那个后放油应该说是不太对的。这个怎么讲？先放5克左右的香油，
这个5克左右的花椒油，花椒油和香油各5克。对，这个先放油和后放油有区别吗？刘大厨？有区别的。先放油的话，我们这个青菜拌制的青菜的时候，特别是植物性的这种原材料，先放油，主要的目的呢是阻止这个盐分。你一会儿我们加盐啊，加酱油啊，它这个盐的这个渗透压就容易很快的作用到这个。就是又杀出水来了，对，就是中途肯定要出水。没错，是吧？首先应该是先放点油，先放油，把白菜拌一拌。没错，这样帮它保住水分。对，涂了一层油膜。完了以后，把我们这些配料，蒜片儿，葱末，还有我们的香菜末，当然好吃的杭椒也要放进去。杭椒，好嘞，我们用鲜露汁。大厨，等一下，这个鲜露汁我们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个是酱油还是？这是一种酱油，是一种酱油。对，这种酱油呢非常适合在家庭里面拌凉拌菜。没错，我们凉拌菜都可以使用点它。对。那有它之后，还需不需要再用一点点酱油了？为了让它的味道更复合、更鲜美，我们还要用另外一种酱油，也要来回调的，是不是？这个大约10克左右。10克左右，记住是5克的花生油，5克的芝麻油，是不是就是香油？然后呢，就是10克的鲜露。接下来我们放再用一半，也就是10克左右的味达美酱油。味达美酱油，酒店啊，包括家庭里面都用的非常多。没错，做菜用也行，或者说做凉拌菜也可以。对。这个菜呢不需要放味精。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放一点点鸡精。鸡精来一点。鸡精来一点。好，鸡精大概都多少量？2克左右，一点就行。一点点糖，白糖，中和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拌制。赶快拌起来，我期待着这个半双脆最后的口感。好，来回拌一拌它。其实就是这种菜可以在你这个晚餐的餐桌上，是吧？白菜炖好了一个菜，西芹炒好了一个肉片一个菜，完了之后我们把那个根儿我们这样取下来，快速的10来分钟我们就把它拌制就 OK 了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脆嫩。好嘞，爽口的一道菜，放入盘子里。对，吃完油腻的菜，吃上这个菜，我觉得会很爽。而且这个菜呢，一定要记得是大师教你的，用菜头来做的菜。这些菜头呢，我们平时的时候都是要抛弃的，而今天给它变废为宝，很漂亮，很鲜亮。来，一起尝一尝，郭老师。好。双脆，有白菜的脆，还有西芹的脆。果然怎么样味道？非常好。实际上很简单，关键是很鲜，非常鲜美，很清爽。我觉得如果是你喝酒的话，来这么一份小菜，肯定很清凉。很好吃。大厨烹小菜，第一道菜很成功。接下来呢，我们的大厨呢还会给您带来第2道菜。那么第2道菜提前透露一下名字是叫栗子三杯鸡，是不是？3杯栗子鸡，3杯栗子鸡都可以。那咱今天呢选择一个非常棒的鸡，已经给它切成碎块了，准备做我们的3杯鸡。3杯栗子鸡的推荐理由：3杯鸡是家喻户晓的经典菜品，3杯简单的原料便能赋予鸡肉与众不同的好味道。3杯不光是调味料，更是一种烹饪方法。学会了它，您可以在家里烹饪各种喜欢的食材，丰富您的餐桌。3杯栗子鸡用到的主料有小公鸡、栗子、9层塔、大蒜、洋葱、姜。这个3杯鸡好像有2个版本，我听过的好像是来自于台湾，但好像还有说是来自于江西。对，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江西。这个3杯鸡呢，这个是一个江西的一个名菜，是在赣中和赣南的这个普通的家庭里面都会做这道菜。3杯鸡，对。那么另一个版本呢是来自我们宝岛台湾，台湾的这个3杯鸡，台湾呢偏甜一点，大陆我们这个赣中和赣南呢就是江西的非常家常的一种，有2种调味品稍微有点区别。但是呢，都是叫3杯鸡。听说是不用水，用3杯不同的调味品。哪3种不同的调味品呢？一会儿刘大厨再告诉你。咱现在先把这个鸡处理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用的是这种小公鸡，每个家庭里面都可以买到的。很好。这边我们还用这个大蒜头、姜，葱头好像是。葱头，洋葱头，洋葱头，干葱头。我们先把这个鸡先焯一下血水。对。热水下锅，
对，哎，可是我在想，一般啊，我们在焯这种动物性的食材都喜欢冷水下锅，因为这样子随着水温的升高，它可能会慢慢的将血水排出来。咱这个热水焯水呢，在烹饪当中呢，分冷水焯和热水焯啊。当然，一般的植物性的一些原材料，比如说青菜类的，哎，一般的都是要开水，开水烫。这个比如说在煲汤的时候，一些动物性的原材料，没错，比如说猪骨啊、牛奶啊、羊肉牛羊肉，这个需要冷水下锅。冷水下锅呢，它便于它不断的这种慢慢的受热，它的蛋白质啊、脂肪啊会慢慢的慢慢溶出来，这样汤会鲜美。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是用热水呢？因为我们这个菜是家庭的这个烹调的一个菜，我们要让它方便快捷啊。那么我们又不会喝汤，是要吃鸡肉，所以说你没必要去用冷水焯。哎呦，这样能把它的血污把它排出来，去掉腥味儿，就可以了。就是去腥味，对，简单的排一下血污就可以了。焯一下水，记住是热水下锅的，没必要冷水了。好，我感觉鸡肉挺容易熟的，看起来都有点半熟了。是，的确。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处理我们的鸡肉。我知道这个酱是您调出来的，这个酱是刚才您说有排骨酱，海鲜酱，还有什么酱？叉烧酱，叉烧酱，这个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得到。现在它这个比例是1比1比1吗？ 1比1比例。我想说，为什么要用3种酱不同的来调呢？因为它这个酱料呢是有的味道呢偏咸一点，有的味道偏甜一点，有甜的。对，我们这样好把它中和一下。我们就统称叫做一个红烧酱吧。红烧酱，对。好，那这边我们把我们的鸡块摆在这边，对，我们开始正式的来腌它。腌它就只用我们这个酱就可以了。酱我们最好稍来一点点料酒，来点料酒。好，少许一点点就可以了。是去腥味儿的。胡椒粉，这些都是去腥的。去腥味儿的。胡椒粉，来一点胡椒粉。对，点糖，10克左右的糖，因为这个菜呢，我们是用大多数人的这种健康的需要，我们就糖的量呢，我们把它减掉，少一点。好嘞。还有这个蚝油来一点。蚝油来多少量呢？10克左右。10克左右。那么我们这个调好的这个调和的酱，大约也就20克左右吧。那不用太多。对，记得3种酱，我们再重复一遍，一个是排骨酱，一个是叉烧酱，还有一个是什么酱？海鲜酱。海鲜酱，哎呦，很棒的，都是腌肉的酱。的确，来回的搅一搅它，给它腌一下它。这时候要大概腌多长时间呢？腌个10分1刻钟就可以。10分钟，10分钟，或者10分钟至15分钟就可以。对。但是我们为了让它入味，我们可不可以提前一天把它腌好，然后第2天拿出来再做，这样味道不会渗透的更足？那这样可能味道会太浓了，太浓。对，会就是说这个酱味太足，然后反而把鸡味的鲜味给去掉了。不要提前腌它。家庭做这种菜品来讲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让它方便快捷，迅速。就是这一顿晚上招待客人，是吧？我就要接着做。对，没错，咱今晚上吃呢，今晚先做就行了。这边我们得给这个砂锅先热一下，对，这个砂锅的使用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热。先用小火呢，把这个砂锅呢，提前把它预热一下，这样不容易这个砂锅裂开啊，或者用小火来热，对，一定要小火，热多长时间？让它均匀受热，3-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来点油。我们要把这个油呢，先倒到我这个给大家适量的一个盛器，大约也就是用50克左右的这个油，50克左右，一两油。这个是咱们的3杯中的3杯吗？其中的1杯，也算是一个主要的调料。3杯鸡当中的一个调料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油，底油，来点底油。今天我们用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青岛胡姬发的古法小榨的花生油。这种油呢有个好处，它呢是用古代的那种压榨油的方式榨出来的油，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很适合你家庭烹饪。我们现在呢是需要榨这个底油，底油呢，我们现在我直接把香油直接倒到砂锅里面。好，来多少香油呢？10克左右的香油，就是基础的花生油上面再来一点点香油，一起来煸香它。对，因为这个菜啊，这个主要的是用姜来榨出来的油去靠这个姜油，对，靠着姜油，要去掉那个鸡的那种腥味儿。因为姜本身就去腥解腻的作用非常强，没错，是吧？
酱油炸出来之后呢，也非常香啊。这个菜在过年的时候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也可以做一下。没错因为它把所有的料放上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不用管它啊。盖上这个盖儿以后，砂锅小火慢慢的就可以炖它10几分钟就可以。你这个时间你就去干别的，忙别的菜，忙别的都可以，就不影响你做其他的事情。这个姜呢，已经煸至金黄色就可以。好，放在一边。好，现在锅中的油呢，就属于是姜油了。姜油我们把它倒到我们这个量杯里面，单独放进量杯。对。锅中呢稍微留一点底油，底油的目的呢是我们要把这2个辅料，一个是蒜子，接着再炒香。对，蒜子和我们这边洋葱头、干葱头，把它煸香。煸香。对，那刚才这过程为什么不把这个姜啊和我们这2个这边蒜子和这个洋葱头一起来煸它呢？这个蒜子呢不能煸的时间太长，干葱头也不能煸的时间太长，因为这个呢煸香之后呢，这个要垫在底下，把鸡放上，要做底的，用它的这个蒜的香味，还有这个干葱头的香味，把它烘托咱们全部让这个鸡肉吸收进去。没错啊，我们把这个姜同时也放进去，然后我们把腌好的鸡，还有我们的栗子，这时候就放进去了。对。就是说，我们把这个3个配料呢，已经煸香之后，就直接做底，在那个腌好的鸡块就放进去，栗子这时候就放，是不是？这个栗子呢是煮熟的栗子，熟的栗子，熟的栗子。好，哇，好大个头的栗子，栗子这个季节很适合吃。对，这个季节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加我们的3杯料。3杯料，您首先第1杯呢就是我们炸过的姜油，淋上去。哦，第1杯这个要多少呢？大概的量？50克，4、50克左右。4、50克左右。刚才50克的咱们的油，还有10克的香油，对，加起来一共60克。60克。你刚才留了10毫升左右的底油。没错，这个酱油跟它是，这不是酱油，这是花雕酒。花雕酒。我们的料酒也是50，50克，也是50。好，3杯。那其实第2杯了，花雕酒啊、料酒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对，应该说是用米酒最好，米酒是最好的、最正宗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用这个现在这个花雕酒。料酒也可以。那么这是第2杯，第3杯就是我们的酱油，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味达美的酱油，也要50克吗？对，50克。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口味太重了？因为酱油还是比较咸的。不会，都是1比1，那50克，50克，好，来放进去。现在3杯啊，终于给您揭晓答案了。1杯什么？1杯酱油，1杯熬好的姜油，还有什么？就是1杯非常好的花雕酒或者是米酒，是最棒的。先用中火烧开之后呢，我们再转小火。中火烧开再转小火，大概要炖多长时间才是最后大功告成的时刻？一般的话就是在大约12分钟左右。12分钟左右。那好，那这边不会超过15分钟，就不要炖得太老。是不是？好吃的3杯鸡需要等上15分钟。终于等到它要准备出锅了，真的是挺久的，15分钟，赶快开锅看一看什么样子。哇哦！我觉得一扑鼻的是一种米香味。咱现在是不是很烫？是不是？大厨是因为砂锅它是非常保温的。没错大家都知道砂锅是用粘土烧制的，没错，是吧？那个所以说呢，它是这个保温的效果，保温效果比较强，能够把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本身的味道能够保持它的风味啊。让我们出锅的时候呢，把这个9层塔放进去，这时候淋上去就可以。对，这一点点香草的香味，记住9层塔呢，它是不适合之前的时候你炖之前把它放进去的。炖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搅拌一下。其实它这个9层塔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香菜、小香葱，出锅前放上有点增香的作用。是香料。实际上这个3杯鸡的这个改良吧，也就算是改良，主要是适用于家庭。我减掉了很多的糖，减掉了很多的这个油，改良版的。它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健康吧，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饮食的这种需求。好，这样基本上这个汤汁呢靠到收浓了，收浓了，收浓了。这个鸡也好了，这个栗子也好了，上桌喽！好吃的3杯鸡。好，
哦，连带为什么着砂说这个砂锅选用砂锅呢？因为这个在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砂锅的余温还能继续再加热，还能继续再加热，是不是？来，这样的话赶快一起能保证菜的温度。一起尝一尝。好我们的刘大厨今天是功臣，来一起尝一尝，好吃的小鸡腿儿， 3杯鸡肉，哇，看上去不错，因为能够闻得到一些酒的香味。哦，很嫩的，跟我们平时吃的3杯鸡不太一样。你尝一个例子，哎，尝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平时吃的3杯鸡还是有点油腻的，因为是炸过的嘛因为是。炸的，而尤其是且有点干台湾菜的那种，没错没错它是没有汤的。而这个是有点原味的感觉，嗯栗子很甜，而且有鸡的鲜味。主要这个鸡的冬季呢，搭配这个栗子是比较适合冬季对来进补板栗烧鸡吧，它是一道非常好的滋补菜，没错没错它们。是鸳鸯配的食物。